生命科学结构与功能，4年级。3、动物感官的关联。1、不同类型的感官可以检测环境中特定类型的讯息。2、感官将有关周围环境的讯息发送到大脑。3、通过感觉受体传递到大脑的讯息可以立即作为对环境的感知进行处理和或储存为记忆。4、大脑立即处理的感知或记忆会影响动物对环境特征的动作或反应。系统与系统模式。眼睛和耳朵处理什么讯息呢？光讯息和声讯息。哪些器官处理化学讯息呢？舌头和鼻子。什么器官处理温度讯息呢？皮肤。大脑如何接收感觉讯息呢？感觉受体把讯息发送到大脑。大脑如何存储感官记忆呢？讯息处理完后，它们被储存为记忆。动物感官的连结。当猴子看到绿色、黄色和黑色的香蕉时，它会尝试它们。它得知原色的香蕉很涩，黄色的香蕉很甜，而黑色的是烂掉的。系统与系统模型。这是猴子选择香蕉的模型。香蕉在绿色时，它的味道很涩。香蕉变黄时，闻起来很香，味道很甜。香蕉变黑时，它闻起来很烂，味道很糟。猴子将感官储存在记忆中，以便下次可以进行选择。绿色的香蕉是什么味道？涩的。黄色的香蕉是什么味道？好香。黑色的香蕉是什么味道？好烂。昆虫选择花朵的模型。当昆虫在花朵中搜寻花粉时，会发现一些花盘在绿苞中，它没有发现花粉。其中一些花瓣完满，色泽鲜艳，香气浓郁，它在那里发现花粉。其中一些花瓣枯萎，颜色暗淡，它没有发现花粉。它使用这些感觉讯息，感知并存储为内存，在下次引导花的选择。系统与系统模型。这是昆虫选择花朵的模型。选择开满花瓣的花朵，选择颜色鲜艳的，选择气味芬芳的。昆虫将感官储存在记忆中，以便下次可以进行选择。昆虫如何选择花朵？它选择色彩鲜艳、气味芬芳和花瓣饱满的花。昆虫如何记忆哪些花中有花粉？它使用感觉讯息，感知并储存为记忆。猎物从捕食者逃走的模型。动物接受感觉输入，在大脑中进行处理，然后进行行为输出。这是动物对环境做出反应的综合系统。
系统与系统模式。猎物从捕食者逃离的模型是这样的：当猎物听到异常声音，或在环境中看到异常动态时，它会开始警觉起来。看到掠夺者时，它会尽快逃跑。猎物如何应对环境中的异常声音或动作？它会警觉起来。猎物看到掠食者时会如何反应？它会尽快逃跑。细胞的构造与功能。细胞的基本构造包括细胞膜、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质中有些构造，如粒线体和叶绿体。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构造有些差异。植物细胞具有细胞壁、较大的液泡和可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动物细胞不具细胞壁，液泡较小，不具叶绿体，无法行光合作用。结构与功能。动植物细胞之间的差异是这样的：细胞的基本结构有哪些呢？有细胞膜、细胞核和细胞质。植物细胞有哪些特征呢？有细胞壁、较大的液泡和叶绿体。